鲁格赛特的实力究竟在哪个层次？虽然击败了满级号的前代罗布三兄妹，但却败给了仅获得力量几个月的凑家兄弟。在上一期中，我们说到，前代罗布三兄妹历经了3700年，将自己的力量已经锤炼到巅峰状态，但是在决战鲁格赛特的时候，罗布兄弟却力竭战死。究其原因，第一是没有把鲁格赛特实体化，第二是因为罗布兄弟无法融合为罗布奥特曼。但是在这场大战中，罗布三兄妹其实是有机会赢的。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仔细说说。在罗布 TV 第14话中，美剑杀姬交给了臭超扬2枚水晶，分别是光属性的初代水晶以及暗属性的贝利亚水晶。最终臭家兄弟靠着这2枚水晶成功融合为曾小贤奥特曼，而这2枚水晶其实大有来头。在前代罗布三兄妹的出生地行星商家有一个传说，在太古时代曾经爆发过光与暗的战争，因此在罗布三兄妹回到这里后，罗布兄弟用回旋闪光回收了埋藏在这片土地中的记忆，生成了这2枚水晶。他们也本可以使用这2枚水晶融合成为罗布奥特曼，但因为妹妹的愿望并不总是与罗索、布鲁的想法一致，直接导致罗索、布鲁始终无法更进一步融合成为罗布。但三兄妹也靠着自己的历练，把各自的力量都锤炼到了极致。这个时候的美剑也从格尔吉欧波恩进化到格尔吉欧女王了。后来宇宙白细胞鲁格赛特被托雷基亚篡改了基因，开始无差别吞噬各类星球。光之圆环给罗布三兄妹发布了任务，就是消灭卢格赛特。有很多人说行星 O50 是黑心工厂，但光之圆环其实是将每个任务发布给最适合的人选。如果这任务发布给红凯和风马，就是纯送人头了。而且任务也详细说明，为了保护整个银河系，优先打败鲁格赛特，其次才是保护行星和当地的居民。如果能将鲁格赛特实体化或者融合成罗布三兄妹是可以击败鲁格赛特的，而且他们也是打算这么做的。他们在都市行星涅普塔利用3台回旋闪光，本想把鲁格赛特制成水晶，就像罗布 TV 中臭灵做的一样，但回旋闪光的功率很低，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而臭灵很快能成功，是因为借助了粒子加速器的增幅。但罗布三兄妹显然不是那种技术人员，而这个时候鲁格赛特已经在破坏城市了。看到民众们陷入危难之中，布鲁无法对此坐视不管，他首先变身奥特曼后对抗鲁格赛特，这也就导致了实体化程序的失败。三兄妹只能一起对抗鲁格赛特。相比较臭家兄弟面对实体化的鲁格赛特都被打得狼狈不堪，而罗布三兄妹展现了极强的战力。罗索和布鲁先用风和水晶将半雾状半怪兽化的鲁格赛特冰封住，然后三兄妹齐力之下将鲁格赛特推到了行星涅普塔的行星轨道上。但是在太空中的鲁格赛特又变回了雾状，实力也更加强劲，但三兄妹还是与其展开了激烈的大战。可持续的大战也耗尽了三兄妹的能量。格尔吉欧女王一路退化到了格尔吉欧波恩，罗索布鲁也是闪起了红灯，而且强大的能量碰撞导致周围的宇宙重力发生了异常，时空都直接扭曲了，最终形成了虫洞。在强大的吸力下，三兄妹和鲁格赛特一同被卷入黑洞之中，恰好来到了另一个宇宙的地球附近。接下来的画面我们就很熟悉了，这个时候的罗布三兄妹能量几乎都来到了极限，但罗布兄弟为了保护妹妹，依然用最后的光线和鲁格赛特的创世安魂曲对波，强行把鲁格赛特推到了周期为1300年的椭圆轨道上，而三兄妹也被爆炸波及坠入地球。罗布兄弟也因力竭战死，只留下妹妹一人。这就是前代罗布三兄妹决战鲁格赛特的整个过程，可以说相当的惨烈。虽然罗布三兄妹都是满级号，但雾状的鲁格赛特还是太强了。在银河格斗2中，艾迪、高斯、杰斯提斯、奈欧斯、赛文21联手发射光线，才干赢了实体化的鲁格赛特。而雾状化的鲁格赛特可能需要雷杰多提早出场才能赢吧。但在罗布 TV 中，虽然臭家兄弟获得力量仅有几个月，但最终战胜了实体化的鲁格赛特，答案也是很明显。虽然他们的单体实力不强，但他们可以融合成为罗布。在臭家兄弟不敌格尔吉欧王的时候，妹妹臭朝阳的出现，一番嘴遁使三人的意志达到了高度共鸣，这才使臭家兄弟能够使用初代和贝利亚的水晶，并融合其余4种元素水晶，化身成为了罗布奥特曼。但光靠罗布的力量依然无法战胜鲁格赛特，并且打了几个回合已经亮起红灯了。最后臭朝阳挺身而出，化身为真谛水晶，在三兄妹的亲情羁绊下一起施展真谛漩涡光线，才终于将鲁格赛特击败。前代罗布三兄妹没完成的任务，最终由他们选中的继承者完成了任务，可以说也是奥特精神的传承。虽然臭家兄弟的单体实力不强，但他们和妹妹和爸爸妈妈有着家人间的亲情羁绊，这也是罗布以及格罗布诞生的根本原因，也是罗布这部剧的核心思想。